上集说到，塔森攻占大楼后，直接对俘虏逼问起了武器的下落，但凡是回答不上来的，全都被他从楼顶丢了下去。短短几分钟的时间，下面就堆积了好几具的尸体。随着时间一点点的过去，有的尸体已经出现了尸变的症状。塔森在楼顶就这么冷冷的看着，那种漠视生命的态度，令大楼内的所有居民都心生胆寒。而迟迟找不到武器的他也没有了耐心，直接是下达了屠杀的命令。更糟糕的是，有士兵在大楼附近发现了一辆车子，里面竟然还藏着一个小家伙。Sit and stay. 被抓到的正是马基的儿子赫谢尔，他是趁着马基不注意，偷偷的藏进了后备箱中。Kid hiding inside. Affirmative. 还好倪老板下来的及时，他刚刚在楼上看到赫谢尔后，便冒险的冲了出来，生怕孩子会受到丁点伤害。而与此同时，马基和尼根的妻子已经悄悄地潜入到了6楼，他俩暂时还没有发现幸存的居民。确认房间安全后，尼根的妻子从兜里拿出了一个袋子，然后将一块生姜掏出来咬了一口。他告诉马基，自己已经怀孕12周了，吃这个会让孕吐好受一些，孩子毫无疑问是倪总的。马基听完沉默了，杀死尼根为格伦报仇一直都是他最想做的事，可现在又多了一个不忍心下手的理由，因为她也是一个母亲，明白父爱对孩子的重要性。就在他思绪万千的时候，倪老板的声音在对讲机里响起 I'm here. I found someone. Maggie's son. 马基一听傻眼了，克谢尔怎么会在这里？他赶忙接过对讲机询问。Yeah. Turns out you had a stowaway that we didn't know about. Come to you. No. You stay with Annie. Negan, Be safe. All right, you stay focused. if anything happens to you, It'll have to happen to me first. 他再次沉默了，听着尼根那坚定的语气，让他心里五味杂陈。其实经历了这么多事，他知道倪老板是一个有原则的人，可俩人特殊的仇敌关系，还是让他下意识的担心儿子，这种心理很是矛盾。he's in good hands. He's in the hands of the man who killed his father. 女人听他这么讲也有些无奈，尼根不想让他参与他们的恩怨，但他想了下，还是开口说道：“我怀孕的事他不让我告诉你，就是怕你杀他的时候有心理负担。另外，他曾经是什么样子我也知道，他全都告诉我了。” And you're still with him. 女人接着说道：“现如今的世界有谁是清白的？我看过太多人们为了生存会对彼此做什么，有时候他们伤害我，有时候我伤害他们，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可它确实是发生了。现在能做的就是努力让未来变得更好。我看到的尼根就是这样做的。”马基听完，莫名的情绪充斥着大脑，那是一种想放下但内心又告诉他不能放下的纠结。 He doesn't need to forget. He hasn't. He's someone who'll do whatever he can to protect your boy. 而在楼下，倪老板刚走进屋里，赫谢尔就说道：“我妈妈叫我离你远一点。”但同时他也挺疑惑，为什么妈妈总是讨厌这个大叔。 Just wish I like it. Because of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a long time. Was it something bad? Yeah, it was something bad. Were you a bad man? 面对小家伙的问题，倪老板显得很是懊悔。在妻子没怀孕之前，他从没有承认过自己错过，一切都是为了生存而已。但现在快要当父亲的他能够理解了，他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的孩子出生后没有父亲是个什么样的场景。思量了下，他决定说出真相，坦然面对。可还没等他开口，赫谢尔便已经拿枪对准了他。看到这一幕，倪老板愣住了。小家伙经常问妈妈自己爸爸去哪里了，妈妈总是悲伤地告诉他说爸爸是被坏人给杀死了。而现在他已经猜到了尼根就是那个坏人，倪总也没有否认，他直接点头坦然承认了这一切，因为他知道这一天早晚是要面对的。他缓缓地蹲下了身子，心里已经做好了被杀死的准备。 Kid, what I took away from you and your mom, there is nothing I can say or do that is gonna make that better. And I know you want to pull that trigger, and I don't blame you. The thing is, if you do, the bad people are gonna know where we're hiding. Maybe I deserve to die for what I did to your dad, to your family.
These people here, they don't. 克谢尔一直都是一个懂事的孩子，自然是知道尼根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小家伙的眼中充满了不甘心，但还是慢慢的放下了枪。尼总低下头，刚才赫谢尔用枪对准他的时候，他真的已经做好了偿还的准备了。那一瞬间也让他后怕不已，妻子和孩子没有他将如何在末世支撑下去？另一边，马基和尼根的妻子还在搜寻着幸存者，楼下发生的事情他俩自然不知道。此刻的走廊还在不断的传来惨叫声和枪声。卡森已经彻底杀疯了，他命令手下只要看到人就通通杀掉，1个小时以内如果还找不到武器的话，那就一把火烧掉整栋楼。等他们走后，马基俩人才从旁边的房间出来，刚刚差点就被对方发现了。俩人自然也听到了卡森的命令，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接着马基看到了一旁的消防通道，顿时计上心头。 Real, Aaron, you there? We're here. Is Elijah with you? Good. You have a plan. 过了一会儿，卡森他们搜到了倪老板他们躲藏的房间，士兵把房间全都翻了个遍，却是什么都没有发现。卡森拎着瓶威士忌走到了卧室，心里也在纳闷武器到底藏在哪了。他刚要准备喝口酒提提神的时候，却突然发现了不对劲。只见衣柜前边的脚印杂乱无章，不会有人躲在这里吧？他吹了吹口哨，示意士兵做好战斗准备。而他也确实没猜错，倪老板等人就藏在衣架后面的暗格里。此刻的他们无比紧张，只要帘子被掀开，他们就得先发制人。 Goddamn priest again. Let's go. 加百利和亚伦冲到了楼顶，可上面空无一人。 Drop it. 等他俩转过身后，卡森示意亚伦丢掉手中的枪，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亚伦和老家对视了一眼，确实是没有了退路，他只能无奈地将枪丢下。卡森见亚伦还算老实，也放下了枪。这俩人已经没有了威胁，他摇了摇头，仿佛酒精上头了。有件事他着实想不明白，亚伦的能力很强，在他手下工作的也很卖力。他想不明白对方为什么要为了一群强盗背叛自己，背叛联邦。就在他恨铁不成钢地对亚伦说教的时候，科尔拿着镰刀偷偷地从掩体后面摸了过来。 I really thought you were smarter than all that. 卡森一瞅这情形，赶忙用对讲机呼叫手下上来支援，可得到的回复却是他们遇到了袭击，双方正在交火。此时卡森也明白了过来，亚伦他们是故意把他引上来的。不过他并不慌张，以他对自己手下的了解，他们个个装备精良，应该很快就能杀上来救援。现在他要做的就是尽量的拖延时间。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right? Look, things just got a little out of hand. We all just need to take a breath, right? 可他话音刚落，顶楼的门被打开了，上来的却是马基和尼根的妻子。卡森一看，顿时就傻眼了。瞧这架势，自己的手下应该是全都凉了。 Since we just need to talk things. 卡森落地发出了很大的声响，当即便惊醒了之前被他推下来的居民。此刻他们全都变成了丧尸，而最要命的是，卡森这家伙还没死，居然还吊着一口气挣扎着，而迎接他的将是活生生的看着自己被啃食殆尽。半小时后，大家伙都聚集到了大厅，凡是跟来的联邦士兵都死了。马基他们清理着尸体，这次的危机总算是解除了。倪老板看了看盯着自己的赫谢尔，自打这孩子知道真相后，就一直用仇视的眼神看着他。于是，倪总趁着马基出去搬运尸体，他走了过去，对孩子说道：“你和我还有一些未完成的事情，这点我清楚。你觉得这样如何？你先和你妈妈回山顶寨，帮助她重建家园。过几年，等你长大一些后，你来找我，我向你保证，我们会解决这件事的。”赫谢尔就这么看着他，始终是一言不发。这时马基回来了，倪老板也识趣的走开了。而马基看到这一幕后，心里直接是不安了起来。他可不认为尼根有憋什么好屁。 What did he say to you? 娘俩给倪老板盯尴尬了。可紧接着，亚伦和加百利走了过来，他们要商量下接下来的行动。马基劝他们不要回联邦了，那只是自投罗网而已。
但俩人坚持他们还是得回去，必须得把这里的事情避重就轻地跟兰斯汇报下，也可以顺势掌握他们的动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安顿公寓里的这些人，一旦兰斯联系不上卡森，肯定会亲自带人找上门来，留下来只是等死而已。可三人一时又想不到什么办法，他们不禁感叹，仅仅因为一批物资就死了这么多的人。只是有些纳闷的是，武器既然不是公寓的人拿走的，那究竟是谁呢？就算他们想破脑袋也不会猜到，抢走武器的人可是和他们打过交道的。时间回到2周前，兰斯派遣小队运送物资，走到一处公路的时候，确实被人袭击了，几个士兵也全都被杀。只是凶手并不是公寓的人，他们也只是后来偶然的发现了这里，并拖回去了一些剩下的食物而已。而真正的凶手其实只有一个人。这几个死去的士兵，便是成为了丧尸被玛姬遇到的那3个，而行凶的人只是一个女人，正是达里尔的前女友莉亚。只是不知道这个女人抢走武器和物资想要做什么。